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心理学书籍，它精选了心理学领域中最有趣的调查和实验，摒弃了那些大家都听过的内容，而是介绍了一些让人觉得是真的吗？有点吓人，居然还有这种事，这样的故事情节。这本书混合了各种令人感叹的心理学趣闻，让人读起来就停不下来。对于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但觉得门槛较高，或者已经读过数十本心理学书籍，开始感到有些厌倦的人来说，这本书能够让他们感到满足。我将精选出我自己认为特别有用的技巧来分享给大家。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当我们谈论心理学时，可能大多数人会认为它只涉及思维层面，或者当人们情绪和思维上出现问题才需要学习心理学。但实际上，当你的心态和思维改变时，身体也会相应得到改变。反之，当人们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心态。因为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本书中，我们还能够了解人类行为的规律。这里指的是，我们的行为不仅可以影响他人的行为，还可以通过审视自己的行为来重新定义自己。因此，我认为了解这些内容并加以运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我要介绍一个令人惊叹的心理技巧。第一个是，背一个轻便的包出行会改善抑郁情绪。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心理和身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通过携带轻便的背包，心情会变得愉悦和轻松。心情变好了，也会对身体其他方面得到改善。相反，携带太重的包可能会导致情绪低落。请注意这一点。如果你平时感觉家里乱糟糟的，那么一定要试着减轻你的背包。虽然听起来有点可笑，但这确实是得到大量研究表明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尝试一下。接下来，下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心理学技巧是关于看待男性和女性外表时所观察的位置。男性和女性在别人眼中被观察的位置是不同的。有一个有趣的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项研究，男性被观察的焦点是在他们脸部位置，而女性则是全身。就像我们看到路人第一时间先看他的那个位置。比如，如果你是男性，你应该在重要的会议或约会之前检查自己的脸部位置，确保胡子有没有刮干净之类的。对于女性来说，应该以全身整体的搭配为中心进行，而不是过分注重细节。研究表明，整体氛围比细节更加重要。接下来是另一个心理技巧，这个技巧在确定慢跑路线时非常有效，利用了人们在被观察时不容易懈怠的心理效应。如果你正在进行慢跑或者散步，你会怎么选择路线呢？研究结果表明，应该选择有人的地方进行慢跑或散步，因为周围有人看着时，你不容易放慢步伐。我自己也经常快走，我发现快走对身心都有所改善。但是，慢慢的，我会越来越慢，步伐会变得不稳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选择在有人烟的地方跑步或快走，可能效果会更好。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另一个实用的心理技巧，它能更好地提高记忆力，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训练，只需改变使用的物品即可。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形象或图像记忆比文字记忆更容易留存。这其实也适用于物品选择。选择有很多插图或大图解释的书籍，可以帮助你更容易地记住内容。如果你觉得纯文字的书籍不太容易记忆，那么请尝试选择插图较多的书籍。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书籍，那么尝试自己制作图解或者记笔记，可能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另外，我推荐使用视频来固化这些概念，因为这样能更直观地理解内容。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人类行为的习惯。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你会采取某种行为？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这样做。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更有利于生存，
因为跟随他人的行为会增加生存的可能性，所以现代人会采取与他人类似的行为，这样可以向周围的人展现善意的行为，自己也会采取善意的行为。如果前面的人在做慈善捐款，自己也会跟着做慈善捐款；如果其他人随地乱扔垃圾，自己也会跟着乱扔垃圾。这就是人类的一种共通的性质。所以，当与他人接触时，我们向他人展现善意的行为是绝对明智的，因为这样对方也会以善意的行为回应你。下一个话题是人类思维模式的习惯，有一个关于幸福设定值的讨论。人们都有自己的幸福设定值，大致上，如果幸福度是100分的话，设定值可能是30分或50分。如果你的幸福设定值是50分，那么你就会一直保持在这个50分的水平上。例如，如果你中了彩票，那么你的幸福度可能瞬间变成了100分，但几个月后又会回到50分。这就是人类的特性。始终保持一定的幸福感是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想变得更幸福，你需要提高自己内心的幸福设定值，而不是依赖外部因素。你需要培养自己感到幸福的能力，为此，你需要增强自我肯定感，而不是羡慕别人或感觉自己与他人有所不同。要意识到自己所拥有他人没有的东西，从而提升自我肯定。我想解释一下如何让自己显得更有魅力。简而言之，这就是提高稀缺性。人们往往被珍贵的、稀缺的东西所吸引，所以通过强调你身上特别之处和与众不同，你可以增加自己的稀缺性，从而让自己更有魅力。积极展示那些只有你拥有而别人没有的特质，这样你就会被视为一种稀缺而独特的存在。通过表现出自信的样子，你会被视为更加有魅力的人。接下来，关于心理技巧涉及到如何教育孩子，这里写着如何才能让孩子成为受欢迎的人。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在严厉的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孩子和在温和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之间，由温和父母养育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受欢迎的人。如果你想让孩子成为受欢迎的人，让人们喜欢你的孩子，那么对待孩子时要友善且温和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在演讲中不紧张的心理学技巧，这是通过与听众交流来实现的。在演讲时，前排的人通常是最专心听讲的人，他们可能会给予更多的反应。因此，在演讲时，看着前排的观众演讲，注视着他们的脸，会让你感到更加放松，因为你会觉得你的演讲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另外，研究表明，积极主动的人更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建议大家要积极主动一些，敢于展现自己。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的应用之广泛和奇妙，从如何提升幸福感，到改善人际关系，再到提高个人魅力，这些心理学技巧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并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幸福、更加有魅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